我们现在要讲到这个出自的这个故事的本文了哈。这是说一个读书人，他是叫做陈成功的陈他是读书人啊，这但是被人家误报说他是理政本就是现在的里长这样子有责任去找这个最好的学生来做他就被迫批找，结果哪里有呢？因为大家这时候学生都被抓光了就要被处罚受廷杖，受100个廷杖哎呀，打惨了。然后他去求神拜佛说你会找到最好的批算，果然在一个大佛寺找到了，不错这个批算是很大的身体，很长的尾巴金色的这个颈子而且有翅膀是金色的，很漂亮不错高兴极了，于是把它带回来是吧好好的收起来准备献给他的这个县官。县官这个逢迎上级，因为皇帝喜欢这一套，那么皇帝就要地方官找这个最好的学生来奏是吧？县官要去满足他的上级，上级再去满足皇帝，搞得全一塌糊涂好了，那么这个陈先生找到了这头了不起的蟋蟀，非常的高兴。他的儿子才9岁，但是好奇嘛，对吧？就想哎呀，我来看一看吧就把这个盆子掀开了，来看这个很漂亮的这头蟋蟀。蟋蟀也跳出来了，一跳出来这个孩子不很急看逃走了的话怎么办呢便赶快去抓，一抓把这个蟋蟀打死了。哎呀，这个小孩晓得完了他晓得情况很严重，因为这是他父亲呢，就为这个蟋蟀挨打幸亏找到了，现在打死了怎么办呢？交不了钱的话不得了所以这个小孩一急之下头颈被救起来，奄奄一息，没有死，奄奄一息。这个时候突然间在这个井旁发现有一个小蟋蟀不起眼，小小的是吧？不怎么样那么没办法是吧？只好姑且把它拿去试试看是不是总比没有好嘛，是吧？哪晓得这个小蟋蟀不得了非常勇敢，是吧？什么蟋蟀跟他斗，通通被他斗垮而且很妙的是他一赢了，他会有一只脚踩在对方的肚皮上，然后唱个歌我赢了是吧好了不起先把很高兴怎么会有看起来不起眼，事实上他勇敢得很张震将军县官就把他送给督军，就是省长到了省里面更神气了每战必胜，看这个样子小小的很勇敢是吧而且不但会唱歌还会跳舞是吧一赢了他会唱歌跳舞就是人见人爱不得了。而且更妙的是他居然可以斗公鸡，差的太多了吧那个公鸡那么大，你蟋蟀那么小，你怎么斗得过呢？公鸡那个尖的嘴巴一啄就把你吞掉了，对不对？它会飞到公鸡的冠上面那是那个公鸡咬也咬不到的非常安全聪明极了，简直是好，从县里面
红透半边天啊，然后到省里面，省里面也是从来没有办过，最后收到皇帝的队了，那真是轰动了啊！皇帝喜欢的不得了，对吧？看起来不起眼，原来他是这么样的神勇啊，所以这么一来，皇帝很高兴，重赏这个督军，名马啦、升官啦送金子啦督军当然也高兴，也要提拔这个县令县令当然也就是这个陈先生有功劳对他也特别的好，是吧这下子陈家完全改善。那个孩子，别人从井里面捞起来的那个孩子，开始也没有死，有呼吸那个很小心的来照料他。好了，那么我们去知道，这就是上行下效但是任何的这种上行下效，都只是一段短时期，绝对不能永远的都继续走下去嘛，是吧？所以它总会有过去的嘛这个故事发展到最后来了，这个只是一段风气，皇帝喜欢，大臣拥护地方官员巴结弄得举国烧然，一塌糊涂。然后呢风气慢慢的消掉了，没有了没有了变过去了。在我们陈家那个昏迷着不省人事的那个9岁的小孩子醒过来了，看见自己成人，他说当时他把那个漂亮的学员打死了，一起怎么办？我害了我的父亲母亲他自己变成了一个蟋蟀，就是这个小蟋蟀他是人所以他有人的头脑，蟋蟀的身体，他比所有的蟋蟀都聪明，是吧比所有的蟋蟀都勇敢你说他不是变成蟋蟀之王了吗？现在任务达成总算是这个过去了那么好吧，我们这个故事到这边